北约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军演，25国云集德国，其中还有一位神秘客，我们必须得警惕起来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中诚 Talk， 我是卢中诚。近日北约悍然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军演，以美国为首的25国云集德国，超过250架军机以及1万名士兵参加了军演，其中还有一位神秘客。对于此次军演西方各国内部其实也有很多反对声音，认为该演习是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然而那些反对声音终究是人微言轻，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北约仍然按期举行了这场大规模演习。北约集团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我国本来没有地缘冲突，原本应该相安无事。可问题是，北约的龙头老大是美国，虽然北约与我国没有冲突，但美国却有，而且在美国的影响下，北约集团开始进行战略转型，大有一副东扩至亚太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北约与我们中国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日本、韩国等亚太的地头蛇在美国的授意下，开始与北约集团深化合作，从科技领域到情报领域，乃至到军事方面的合作。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神秘客，其实它就是日本。参加北约演习是典型的军事合作，而日本是唯一一个参加本次演习的非北约成员国。这种事情怎么看都不协调，但现实却发生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北约与日本已经是狼狈为奸，走到了一起。论及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不用说，那都是美国在助推。而美国更核心的原因是需要日本充当桥头堡，实现所谓的北约亚太化。因此，从日本政府派出航空自卫队参加北约这次演习来看，这个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岸田文雄是当定了。坦白的说这对我国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旦让北约在亚太地区大幅度增加军事活动，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将是极大的破坏。现在我们再说回来，美国之所以要引进北约的力量到亚太，也是基于它无法独自对抗我们中国。因此美国要拉北约东扩至亚太，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压遏制我们中国的崛起。刚好又碰到了日本政府希望通过美国以及北约的力量摆脱二战后对它的限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所以他们双方可谓是狼狈为奸，一拍即合。综上所述这次日本政府派出了航空自卫队参加北约大规模军事演习，将会是日本与北约合作的里程碑式节点。不出预料的话，接下来日本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合作会更加密切与深入。关于这一点，相信我国相关部门早就注意到了，并且一定会及时有效地实施应对措施。这里希望广大网友多多参与讨论，为国家建言献策，破解美日拉北约东扩亚太的邪恶企图。好，各位网友，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